一對母子被殘忍碎屍，碎塊被裝入金屬罐，丟棄在東高金公園，而這對母子正是5年前一樁失蹤案的當事人。隨着調查深入，最大的嫌疑人竟是死者的丈夫、父親，也是當年失蹤案的報案人藤森康孝。然而，他始終否認杀人，只承認分解遗体。這起案件的真相至今仍籠罩在迷霧之中。今天我們一起來看這起震驚全網的大阪金屬罐碎屍案。2006年5月，52歲的藤森康孝前往大阪市警局報案，稱妻子藤森冲代46歲，与大兒子藤森庸乐26歲已於上月失蹤。據康孝描述，4月的一天，他下班回家，發現妻兒不在家中，手機關機，衣物也幾乎被全部帶走，仿佛人間蒸發。在自行尋找近1個月無果後，他只得求助警方。康孝向警方透露，他與冲代相戀於大學，婚後曾十分幸福。他繼承父親的印刷公司後，家庭經濟優渥，2個兒子的出生更讓生活圓滿。但好景不長，印刷公司因經營不善倒閉，康孝轉而入職一家製藥公司，收入大不如前，難以負擔家庭開銷。自此，夫妻間矛盾頻發，冲代常因錢的問題與他爭吵，甚至揚言要帶兒子離家出走。更讓康孝起疑的是，他曾發現妻子在網上與人頻繁聊天，結合妻子此前的抱怨，他推測冲代大概率是出軌後帶着大兒子私奔了。警方隨後詢問了康孝19歲的小兒子，小兒子證實家中氛圍確實糟糕，父母常為經濟問題爭執，哥哥每次都站在母親一邊指責父親，因此他對母親帶哥哥離家出走的說法並不意外。不過，由於失蹤當天他正在学校參加交友活動，並未知曉兩人具體的離開時間和方式。為核實情況，警方前往康孝位於大阪市的公寓調查，未發現打鬥或血跡等可疑痕跡，且失蹤者的衣物確實不見蹤影，種種跡象都符合離家出走的特徵。加之康孝家處於監控盲區，附近監控未拍到母子2人的身影，走訪親戚、鄰居及好友後，也無人知曉他們的去向，因缺乏有效線索，這起失蹤案最終被擱置，成為一樁懸案。2011年8月14日早晨7點半，大阪市天王寺區東高金公園的環衛工人在清掃草叢時，發現一個被膠帶纏繞的金屬罐。好奇之下，他撕開膠帶，一股刺鼻的惡臭味撲面而來，罐內赫然出現一個人類頭骨。驚恐的環衛工人立即報警，警方迅速封鎖現場，展開勘查。經初步檢查，該金屬罐長24公分，寬24公分，高35公分，容量約18升。罐身貼有附近一家製藥公司的標籤，除頭骨外，罐內還藏有一塊小踝骨。當日下午2點左右，警方在公園附近街道發現第2個金屬罐，罐身布滿鐵鏽，內裝包括腿骨在內的多塊人類骨骼。次日，在公園以西100米的停車場內，第3個金屬罐被找到，裡面裝有幾塊腳踝骨，3個罐子大小、款式相似，推測來自同一工廠。法醫對骨骼進行 DNA 檢測後確認，這些骨骼分屬一男一女，且為母子關係。這一結果讓警方立刻聯想到5年前失蹤的冲代母子，經進一步比對，最終證實罐中遺體正是冲代和他的大兒子庸樂。案件有了突破性進展，警方隨即調取公園及周邊街道、停車場的監控，發現案發前一天8月13日，一名中年男子曾拎着袋子在公園內慌張徘徊，行為十分可疑，而該男子正是康孝。同時，警方通過金屬罐上的製藥公司標籤核實，康孝曾在此公司工作過。綜合這些線索，警方將康孝列為殺害冲代母子的首要嫌疑人。警方找到康孝進行詢問時，他最初矢口否認與案件有關，辯稱自己2年前因身體原因從製藥公司辭職，不清楚金屬罐的來源，只是偶爾會到東高金公園散步。監控中的身影僅是巧合，但警方並未輕信其說辭，先後對他現居公寓和5年前的舊居展開搜查。康孝現居的公寓位於發現第3個金屬罐的停車場對面，步行僅需穿過一條馬路。公寓內布局簡單，空間狹小，警方未找到有價值的線索，但在5年前的舊居廚房中，警方發現了細微血跡。面對這一證據，康孝終於鬆口，承認是自己分解了妻兒的遺體，但堅決否認殺害他們。康孝向警方供述了一套離奇的說法。2006年4月10日晚，他下班回家後，發現家中漆黑一片，妻兒不在客廳。走進大兒子臥室時，他看到大兒子躺在床上一動不動，身邊滿是血跡，床尾放着一把錘子。隨後在浴室中，他發現妻子躺在地上，早已沒了氣息，右手握着锋利刀片，左手手腕有傷口，疑似割腕自殺。康孝稱，當時他推測因家庭經濟困窘，妻子對生活失去希望，先用電錘殺死大兒子，再自行了結生命。考慮到小兒子正在學校參加活動，他不想讓小兒子承受這一打擊，便決定隱瞞真相。他利用從公司帶回的電鋸分解了妻兒的遺體，裝入4個金屬罐，再用紙箱封裝，借助職務之便藏在製藥公司的倉庫裡。
之後，他向小兒子編造了妻子帶大兒子私奔的謊言，成功蒙混過關。2年前從公司辭職後，康孝將裝有遺體的紙箱搬到現居公寓，但因空間狹小無法存放。從2011年7月下旬開始，他陸續將4個金屬罐丟棄在不同地點。截至案發，警方僅找到3個罐子，康孝始終不肯透露第4個罐子的下落。康孝的供述看似完整，卻存在諸多不合邏輯的漏洞。首先，正常人發現妻兒離奇死亡，第一反應應是報警求助，查明真相，而康孝不僅未報警，還刻意編造謊言隱瞞，行為反常。其次，作為丈夫和父親，他竟狠心分解妻兒遺體，藏於公司倉庫長達5年，違背人倫常理。再者，4個18升的金屬罐難以裝下2名成年人的全部遺體，已發現的骨骼也無法拼湊出完整屍身，剩余遺體碎塊的去向成謎。為還原真相，警方再次走訪康孝曾任職的製藥公司，同事們均表示不知曉倉庫藏有金屬罐，也未聞到過異常氣味。而對于康孝的為人，同事們的評價截然相反，有人稱他工作一絲不苟，待人友善，常誇讚大兒子成績優秀，也有人表示他脾氣暴躁，曾酒後辱罵好心關心他的同事，讓人敬而遠之。沖代生前的一位朋友也向警方提供了關鍵線索，他透露冲代曾多次向自己傾訴家庭困境，稱大兒子的學費都難以支付，而康孝不僅不聞不問，還沉迷賭博，將家中積蓄揮霍一空，甚至動手毆打他，每晚都喝得醉醺醺回家。更可疑的是，在冲代母子失蹤後，康孝表現得異常冷漠，既未主動尋找，也未影響正常工作，仿佛什麼都沒發生過。基於這些情況，冲代的朋友堅定認為康孝就是殺害母子2人的真兇。案件發酵後，網友也提出了各種猜測，有人認為真兇是康孝的小兒子，他因怨恨母親偏愛哥哥而痛下殺手，康孝是為了保護小兒子才選擇分屍隱瞞。也有網友推測，康孝沉迷賭博導致家庭經濟崩潰，冲代為給大兒子交學費退掉家中保險，康孝得知後暴怒，醉酒後殺死大兒子，冲代因悲痛絕望選擇自殺，但這些都只是猜測，缺乏實際證據支撐。2013年7月，大阪地方法院開庭審理此案，檢方以康孝分解妻兒遺體，將遺體裝入金屬罐的行為無法做出合理解釋為由，指控其犯有故意殺人罪，但康孝始終拒不認罪。由於缺乏直接證明康孝殺人的確鑿證據，檢方調整思路，以在舊居發現大兒子擁了的血跡為由，指認康孝有殺害大兒子的意圖，而冲代的遺體未發現被襲擊痕跡，無法斷定康孝有殺害他的故意。庭審過程中，面對檢方的指控，康孝一改此前的辯解，始終保持沉默，不再為自己辯駁。最終，法院判決康孝故意殺人罪不成立，過失殺人罪成立，判處其28年监禁。如今，康孝已入獄多年，但這起案件的爭議從未停止。他為何要分解妻兒遺體並隱瞞5年？冲代母子究竟是自殺、他殺還是另有隱情？第4個金屬罐的下落又在哪裡？這些疑問至今沒有答案，或許只有死者與康孝本人才知曉當年的完整真相。